妈妈，我今天可能会死掉。这是一位17岁日本高中生在巴士失事前几分钟传给家人的最后信息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不是青春期的玩笑，而是一场由成人世界的贪婪与疏忽共同编织而成的死亡预告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和田先生，我是 Alex。2026年5月6号，日本黄金周连假的最后一天，清晨5点半，新系私立北岳高中的男子网球部员共20人，正兴奋地搭上包车，准备前往福岛县富冈町参加比赛。但这趟旅程从出发就埋下了杀机。带团的顾问老师因为巴士座位全满，加上要载运大量的社团器材，决定自己开私家车在前面领路，让20名学生独自搭乘这辆租来的微型巴士随后跟上。这个举动直接切断了学生向外求救的唯一管道。老师对后方车厢内的恐惧一无所知。巴士一上高速公路，学生们就发现不对劲了。这辆车开得极度不稳，一下蛇行，一下忽快忽慢。更恐怖的是，在经过隧道时，车身竟然多次摩擦到墙壁，发出令人牙酸的刺耳声响。坐在车里的道恒同学察觉到危险，他拍下车内晃动的影像，并在上午7点多传了那封遗言般的简讯给家人。学生们甚至在休息站时就发现车体上已经有不明的擦伤痕迹，但这台移动的定时炸弹依然没有停下来。上午7点45分，悲剧在盘越自动车道的盘梯热海交流道附近发生了。那是一个需要高度专注的环右弯。根据现场监视，路面上完全没有刹车痕迹。该路段限速80公里，这辆满载学生的巴士在没有任何减速的情况下，以时速90到100公里的高速，直接撞上路边的缓冲防撞筒。这里我们要用简单的物理观念解释一下。根据能量公式，速度增加一点点，缓冲力是倍数增长的。时速100公里的能量是80公里的 1.56 倍。这股巨大的能量让防撞筒瞬间被撞烂，坚硬的金属护栏像热刀切奶油一样，直接刺穿巴士车体，车前半部几乎化为废铁。撞击瞬间，17岁的道恒同学因为强大惯性被抛出车外，整个人飞到了对向车道。尽管医护人员全力抢救，他仍因出血性休克不幸身亡。另外还有5名学生重伤骨折，全车21人非死即伤。后方另一辆载有4名儿童的休旅车也因闪避不及卷入事故。警方逮捕了68岁的司机若山哲夫后，发现的真相让全日本的家长毛骨悚然。在日本，载客收费需要第2种职业驾照，但他根本没有。他在出事前短短2个月内，竟然已经出了4-5次车祸。在出事前的5天，他才刚把自己的私家车撞到全毁。出事前3天，他还跟人抱怨体力不行，考虑要把驾照缴回去。一个明知道自己开不动，而且刚出车祸的老人，却被安排载着20个年轻生命上国道，这绝对不是意外，是人祸。为什么这辆车会出现？这牵扯到日本教育界最黑暗的白巴士潜规则。在日本，合法的营业用巴士挂的是绿色车牌，保险跟安全管理极其严格，而一般的私家车或租赁车挂的是白色车牌，法律严格禁止白牌车收费载客，因为这就是非法营运。警方在失事巴士内发现了一个信封，里面装着33000日元现金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津贴、汽油费、高速公路卡。这33000块钱成了戳破谎言的铁证，这不是帮忙，而是一场赤裸裸的违法收费营运。安排这辆车的是新系当地的浦原铁道公司，他们说学校为了省钱，拜托找便宜的方案，所以才找了朋友的朋友来开白牌租赁车。这只是私人帮忙，不是公司业务。甚至业务员在记者会上还一脸嬉皮笑脸，引发全日本公愤。
至于学校的校长则极力否认，说以为是委托正规巴士，不知道那是白牌车，更不知道司机没执照。但随着深入调查，校方的说法开始站不住脚。首先，这种违法模式在该网球部至少已经持续了4年。校方清查后承认，去年12次远征就有3次是这种模式。更夸张的是，过去的请款单上明明白白写着租车费和人事费，而不是正规的包车费。带队老师竟然辩称只看总额没看细项，这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。这起事件对日本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冲击，它不仅仅是一场车祸，而是戳破了体制内部的3个巨大脓疮。首先，在日本，高中社团远征的费用通常由家长全额负担，正规的绿牌包车一次可能要20万日元，而违法的白巴士只要8到12万日元。为了省下这几万块日元，大人们心照不宣地选择了便宜方案，最终却付出了孩子无法挽回的生命作为代价。安全变成了可以被牺牲的固定成本。另外，这起悲剧暴露出学校对社团活动疏于监管，校方以基于信任为借口，不检查车辆合法性，不确认司机身份。更严重的失职在于，带领的老师为了载器材不跟学生同车，导致他在巴士失速摩擦隧道墙壁时完全不知情，错失了要求停车避险的最后机会。事件后，全日本开始重新审视这种灰色地带。许多名校为了频繁比赛，常年利用这种法规以外的地下市场。这起事故迫使日本国土交通省与文部科学省联手进行大规模清查，试图切断这个已经深入教育体系的共犯结构。道恒同学那句"我今天可能会死掉"，成了他留给世界最后的遗言。这句话不只是对家人的告别，更像是对日本整个失能管理体系最沉痛的控诉。大人们常说安全第一，但在利益和成本面前，安全往往成了被牺牲的第一顺位。这台在盘越道上撞毁的巴士，承载的不只是孩子们的梦想，更是社会对学校与企业最基本的信任。现在这份信任随着那根刺穿车体的护栏一起碎成了一地。面对这样的悲剧，你觉得学校和巴士公司谁的责任比较大？还是这根本就是日本社团文化中无法避免的成本代价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让你更了解这个事件背后的黑幕，请帮我按赞，并分享给你身边有孩子在参加校外活动的朋友。提醒大家，有时候危险就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便宜方案之中。最后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和田先生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